中美双方近日官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确定将于本月18号到19号访问中国，这是他任内首次访华，他也是自2018年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美国外交官。在中美关系遭遇困难的大背景下，布林肯此访受到极高关注，也成为观察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窗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于6月18号至19号访华。同一时间，美国务院也表示，布林肯计划在6月16号至21号期间访问中国和英国。在1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布林肯访华安排细节时，汪文斌表示，双方正就访问的有关安排保持沟通，我们将及时发布。外界注意到，中美双方是在两国外长14号通话后同步官宣了这一访问行程。中方发布的新闻稿指，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阐明了严正立场，强调美方应予尊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秦刚还呼吁美国采取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及美方有关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说，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从而负责任地处理对华关系，以避免误判和冲突发生的重要性。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中美双方发布的两人通话内容不同。中国提到秦刚阐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布林肯的声明则和美国总统拜登在G7峰会的谈话相似，即希望双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此外，中方的通稿写明，秦刚是应约与布林肯通电话，被认为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美方对于促成此访的急切性。在中方看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一个重大一个症结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美方不做任何让步，那中美关系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改善。所以这个中方在与美方进行这个会谈互动过程当中，都会把这个台湾问题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来谈，而美方呢是更注重谈这个字，把谈作为一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即使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的这个可能，那只要坐下来谈，这就是一个成果。时隔5年，美国国务卿再次来华访问，在中美关系遭遇困难，双方近期加大互动的大背景下，布林肯此访受到极高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称，2天行程里，布林肯将在北京与中方高级别官员会晤，讨论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布林肯还将提出双方关切的双边议题、全球和地区事务，以及面对共同跨国挑战方面的潜在合作。The Secretary wants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at are open and empowered to discuss important challenges, address misperceptions, and prevent miscalculation, to manag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多数美媒都认为，美方在布林肯行前淡化了此访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可能。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华盛顿并不期待一份长长的可交付成果清单，但希望与北京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以降低与中国的竞争演变成冲突的风险。康达刚结束不久的访华之行，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为布林肯到访中国铺路。Everybody is trying really hard to keep the expectations as low as possible. Blinken, including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lso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don't expect too much from this going forward. This was meant to happen months ago, but then of course we had the balloon incident which set back the talks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the key thing here, of course, is that there's a very narrow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both sides to actually sort of get relationship back on track. 观察指出，美方之所以主动降低此访的期待值，主要原因是他们将布林肯此次访华定义为摸底之旅。从美国各层级官员的表态来看，他们仍然只是在判断哪些领域能和中方合作，哪些领域要充分竞争。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一条红线台湾问题，美方如何纠正错误却只字不提。这与拜登政府去年提出的对华全面战略、投资、协同、竞争相比，并无改进，也无新意。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崔磊向深圳卫视表示，布林肯访华无疑是改善中美关系的重要契机，但关键还是看行动。在美国没有端正对华认知、改变对华竞争打压政策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或许可以通过沟通接触实现浅层缓和，但要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需要美方拿出更多诚意。
过去5年还没有一位美国国务卿访问过中国，也就是说，他这次访问意味着中美高层对话、高层互访，可以说是重新得到恢复。再一个，我觉得下一步如果没有极端情况的出现，双边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的缓和这么一种态势。随着布林肯访华行程终于敲定，美国财长耶伦也释放出希望到访中国的强烈意愿。日前，他在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等美国商界领袖时，再次强调了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上合作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针对耶伦的相关表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学庭在15号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互补，利益交融，彼此都从对方发展中受益。双边经贸合作不仅事关两国人民切身利益，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一直是两国工商界人士的共同期待。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今年以来，跨国公司的掌门们掀起了访华潮。美国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降落在北京。盖茨表示，这是自己自2019年以来首次来华，很高兴能与盖茨基金会一同应对全球健康和发展挑战的合作伙伴们会面。盖茨是继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访华之后，近期到访中国的又一重磅人物。曾是世界首富的盖茨，于2008年辞去了在微软的全职职务，并于2020年从微软董事会卸任。他的财富总值目前排在全球第5，净值1291亿美元。在创办盖茨基金会后，盖茨专注于与全球健康、教育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慈善工作。盖茨15号在微博发文表示，中国在卫生、农业、营养和减贫方面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值得与世界分享。同一天，盖茨基金会宣布继续携手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进行药物研发，以治疗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减轻他们对全球最贫困人口的影响。有观察认为，新冠疫情仍未远去，乌克兰危机又不断延烧的当下，世界经济复苏疲软，在如此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下，跨国公司们纷纷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极具指标意义。美国商界人士陆续访华，反映出美国企业家把中国看作一个美国这个重大的市场和投资的目的地，并不希望中美之间脱钩。上月底到访中国的马斯克就表示，美中利益交融，如同连体婴儿，彼此密不可分。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断链，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共享中国发展机遇。马斯克发表这番言论的背景是，中国在稳步推进绿色转型，新能源汽车的市占率逐渐上升，跨国公司当然不愿失去这一巨大的市场红利。欧洲最大石油公司壳牌首席执行官瓦埃尔·萨万14号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就透露，中国电动车充电站市场需求火爆，壳牌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周三几乎同时官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自18号起访华2天。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布林肯周日访华呢，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延宕已久的访问，但是这也是备受关注、很有看点的一次访问，而且呢，美方也对此高度重视，并且呢，做足了前期的准备。美国媒体之所以强调是所谓延宕，当然有布林肯2月间操弄所谓傻气球事件，单方面宣布延后行程的这个潜力，也有呢新加坡相会期间中美防长会晤破局的这种冲击。但是呢，如果从更大的背景来看，那么布林肯就任国务卿已经是第3个年头，但是呢，至今仍然没有踏足中国一步，甚至拜登内阁高官访华，至今也还是零记录。所以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位美国头号外交官，他在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上的作为，恐怕都难言称职。毕竟布林肯名头最响亮的那位前任，也是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他呢反复强调的一点，中美关系的稳定攸关全人类的命运。那么说到美方对布林肯此访的重视与经营，一个细节就可以
佐证。那么就在国务院官宣出来之后，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和国安会的印太事务专员坎贝尔立马呢就联袂举行媒体的吹风会。实际上，康达他也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工作访问，他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来为布林肯此次访华来打前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坎贝尔他在这个吹风会上就特别强调，美中关系正在进入到密集外交的时刻，期待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两国将会迎来一系列的双向访问。那么坎贝尔他的原话是 ：We expect a series of visits in both directions in the period ahead。双向访问这个提法无疑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美媒此前热炒的财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气候特使克里等等美方高官访华的行程有望成真。那么接下来中方会有哪些个官员启程访美，这同样会是海内外媒体的一个关注焦点。那么一度停摆的中美高层交往正常化、常态化，这呢无疑是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康达也在吹风会上打预防针，布林肯这次访华预料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这又意味着什么？康达的这番表述实际上是在对上司布林肯的这一次访华行程来做预期的管理。毕竟外部世界的期待现在可以说非常之高，热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美媒此前还对布林肯的这个访华行程的具体的时点展开了各种爆料竞猜。那么康达就强调说，布林肯这次访华呢，主要有3个总体目标，包括建立开放沟通的渠道，商讨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以避免误判，探讨应对跨国挑战的全球合作等等。但是呢，康达承认，预计布林肯这次访华不会有所谓的成果的长清单。他也承认，美方并不期待这次访华能够取得所谓的重大突破。那么美方之所以要做这样一种预期的管理，当然是由现阶段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它呢高度紧绷、全面承压的这种现状所决定的。那么这也预示着布林肯即将到来的2天访华行程不会很轻松，甚至呢不排除中美双方会在一些个焦点议题上再继续的激烈交锋。可以预料，在台湾问题这一事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中国对外关系中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个外交议程上，那么中方将会向来访的布林肯再度强有力的阐释中方的坚定的立场。昨天布林肯在与秦刚通电话时，那么对照中美双方的通稿，路透社称之为是气氛紧张的通话。那么秦刚就明确表示，中美关系年初以来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责任是清楚的。康达谈到，布林肯访华3大目标的第1条就是要建立开放沟通的渠道，而现在美方最在乎、最紧迫的，无疑是军方沟通。那么今天 CNN 报道就说，布林肯会在此访中强烈呼吁建立两军的沟通渠道，这当然是因应相会2国防长会晤破局而起，也可以说是布林肯这次访华行程意欲建立沟通渠道最看重的一个目标。但是呢，之前中国驻美新大使谢峰在首场面向全美的政策演说中，对此呢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中，一边要求对话合作，这是不可接受的。既然布林肯想在访华期间要做强烈的呼吁，那么他就更有必要在国内推动取消根本不合法、不合理、不合宜的所谓的制裁。谢峰在那篇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全过程管理的概念，那么这是布林肯气须正视的一个行动概念。此前他的上司拜登呢都已经在广岛回应提问记者，谈到取消制裁以消除沟通障碍的这些个商讨事宜呢已经在推进中，但是为什么美方就迟迟没有所谓的下文呢？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在美国国务卿即将到访中国之际，外媒又爆出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很可能将于下个月访问中国。如果爆料属实，克莱弗利将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事实上，在今年4月，克莱弗利就英国对华立场做阐述时，就曾呼吁英国加强对华接触。中英关系一段时间以来经历不少波折，英国国内也存在不少看不得中英关系好的声音，既要跟随美国的步伐与中国展开竞争，又希望和中国展开合作稳定关系。英国政府如何才能真正回归对华理性？来看看报道。14号，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可能将于今年7月访问中国，寻求稳定陷入低谷的中英关系。同一天，政客新闻网欧洲版也爆料称，中国已正式邀请克莱弗利访华，不过中英双方都没有确认相关消息。英国首相苏纳克的一位发言人则含糊地表示，参与国际事务是英国外相的工作，但不希望推测部长的旅行。与此同时，这位发言人还指出，英国的立场和我们的盟友一致。路透社指，克莱弗利可能的访华行程将是中英两国改善关系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他也将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过去8年间，中英关系经历不少波折，英方官员多次在台海、涉港、涉藏、涉疆等议题上大放厥词，妄议中国内政。外媒形容英国已然成为欧洲内部对华持最强硬态度的国家。苏纳克上台以来，英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呈现明显的矛盾态势。去年底，苏纳克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声称，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结束。苏纳克指英国将与盟友合作管理激烈的竞争，英国还要站出来对抗竞争对手。今年3月，苏纳克则是顶住保守党中鹰派成员的压力，将中国的定位改为了划时代的系统性挑战。虽然仍然充斥着对中国的偏见，但是与其前任特拉斯提出的威胁相比，态度上有了一定缓和。此举也引发英国内部一些强硬势力的不满，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的不少英国媒体批评苏纳克对华态度软化。3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宣称，若有必要，英国将与中国就分歧议题进行直率的对抗性对话。此后，克莱弗利在4月份的7国集团外长会上妄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但同时又说英国需要同中国接触。4月25号，克莱弗利在阐述英国对华立场时，呼吁英国必须与中国接触，同时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国防和外交政策说三道四，并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克莱弗利在演讲中65次提到中国，外界认为这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就任后英国最明确的对华态度展示。对于此次演讲，中国外交部曾回应称，中国对同英国开展接触合作持积极态度，同时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也希望英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的交往合作营造有利氛围。深圳卫视注意到，克莱弗利将访华的消息释出的时间点，恰好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访华之际。此外，英国首相苏纳克刚刚结束对美为期2天的访问，而访问期间美英没少谈到中国话题。当地时间6月8号，苏纳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公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外交经验对他这样一个新人来说特别有价值。外界普遍认为，英国一段时间以来在对华态度上紧跟美国的步伐。随着近期拜登与其他欧洲领导人一起转向增加对华接触，苏纳克有可能感到被甩在身后，因此也加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力度。不过，知情人士指出，苏纳克不太可能在英国下届大选前访问中国，以免让人觉得他试图通过高层访问来讨好中国。分析认为，这反映了苏纳克的矛盾心态。在他试图带领英国拓展脱欧后的外交空间之时，疏远中美任何一个国家对苏纳克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后果。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在目前慢慢在调整的过程之后，他的全球战略其实在对华政策方面反映出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跨大西洋关系，他跟美国的立场会越来越接近。在西方整个一个改善跟中国关系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一员他这个也需要能够在这个对华政策立场上，尤其跟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以显示西方内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政策协调。事实上，每当英国政府表达需要同中国接触时，都会遭到英国国内强硬政客的抨击。当地时间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的一场会议上，克莱弗利再次因涉华议题与对华鹰派人士发生冲突。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会议上发生交锋的原因正是因为克莱弗利的访华计划。So basically, China calls the tune. No. With James Cleverly, China
plays the tune and you dance? No. You're just a Chinese stooge then. You just do what they want. Do you want to give any evidence to that? Yes. Go on. I think I presented it to you. Oh, well, it'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I think you have got a nice headline that you wanted to deploy and you've got no evidence to back it up. The fact is, it's the job of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 engage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他会保持一个相对务实的一个经贸关系哈，就是说，但是呢，在很多领域他会可能寻求脱钩或者所谓去分析，然后在政治层面的这种和价值观层面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未来的中印关系应该是有很多的矛盾哈，但是呢。这种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还会继续。值得一提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入频密期。今年5月5号至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应邀在伦敦出席查尔斯3世国王加冕仪式及相关活动。在英期间，韩正还分别与英国首相苏纳克、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储等进行简短会见，并与副首相道登举行了会见。韩正指出，中英都是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方愿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就广泛议题开展交流，增进理解，缩小分歧，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两国和世界。6月8号，韩正在北京会见了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梁佑斯。韩正表示，中英两国经贸合作势头良好，潜力巨大，金融业合作日益成为双方务实合作的新动力。梁佑斯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未来的发展目标也一定会成功实现。英中两国有广泛的共同利益，金融业合作前景广阔。伦敦金融城愿深化与中国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他如果要拿出诚意，我想主要是不要寻求脱钩，也不要去以安全化的名义去阻断中国对它的投资，包括在双边外交层面，应该来在对华的一些涉华的事务方面，应该有更理性的一个认知哈，应该跟中国有更好的协调和沟通。我想这是考验英国对华政策是否真正改善的一个重要的2个方面吧。此外，中国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之中。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宣布，应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政府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18号至23号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15号的记者会上，汪文斌表示，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领导人交往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呈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李强总理上任后首访首战选在德国，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德政府磋商机制由2国总理共同主持，是中德合作的超级发动机。此次李总理率团参加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对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盘点推进。面对国际局势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类共同挑战增多，中方期待同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一道向世界发出加强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为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对于中法交往，汪文斌指出，李强总理上任后首次出访即选择法国，体现了中方对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此访旨在加强沟通协调，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李总理访法期间，将围绕落实2国元首共识，并着眼明年中法建交60周年，就全面深化2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同法方深入沟通。李总理还将广泛接触2国经济界人士，相信将为疫情后中法务实合作再出发注入新的动力。中国海军7级光舰6月14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友好访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期公开表示，有些人称菲律宾政策已经从中国转向其他大国，这绝对不是事实。菲律宾未以任何方式远离中国。6月14号早上，悬挂中菲2国国旗的7级光舰航行至马尼拉港外海，与菲方舰艇会合，进行过航演练。
演练结束后，7级光舰缓缓驶进马尼拉港。上午10时，7级光舰靠上马尼拉港15号码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武官李建忠、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当地中资机构、菲律宾中国商会、留学生、菲律宾海军官兵代表等300余人到码头迎接。军舰上挂着的中英文横幅写道：“治河越山海，万里犹比邻。”在菲律宾马尼拉，很高兴能参观咱们的7级光舰。作为旅菲华侨，我们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访问菲律宾期间，7级光舰指挥员将拜会菲海军司令及国防部官员，参加菲海军组织的欢迎晚宴。出访官兵将参观菲海军舰艇，与菲海军官兵开展文体交流活动。靠泊期间，7级光舰将组织舰艇开放活动和甲板招待会。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地处吕宋岛西南部，菲律宾港港阔水深，现代化设备齐备，是菲律宾重要的进出口地和贸易中心。让我们理解它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开展这种军事外交。那么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些舰艇的这种开放日，实际上是展现整个我们这个海军的一个新型的一种风貌。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4个国家当中，觉得当然菲律宾的这个访问会更引人注目。实际上这是2019年以来各类中国军舰头一次访问菲律宾。那么尤其在现在实际上这个南海问题重新升温的情况下，我觉得能够实现这次互访，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军事的互访本身就代表了很大程度上一种这种战略上的一种互信吧，或者至少是希望能够通过对话来这种妥善的处理分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还是觉得它具有一定这种政治的这种积极的象征意义吧。值得注意的是，1周前，同样在马尼拉港停满了来参加演习的美国和日本的执法舰船。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6月1号至7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与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在菲律宾巴丹省附近海域举行了一场联合海上演习。3方为此次演习共出动了6艘执法舰船，其中菲海岸警卫队出动4艘，美国海岸警卫队派出斯特拉顿号国家安全舰，日本海上保安厅派出邱金州号巡视船。这是3国海上执法机构首次举行联合演习，且演习海域敏感，针对南海的意图十分明显。分析指，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介入充分表明，除美日2国军事力量，作为准军事力量的海上执法机构也在逐步加大与菲方的合作，形成全面介入南海的势头。我觉得更需要警惕或者是分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3国的这个军事演习是前一段实际上这个美菲首脑会晤达成，甚至再往前推，也就是小马克思上台以来，美菲军事合作紧密这个加强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就是说，美菲第一方面要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对菲律宾整个军事现代化的一个这个资助美国。那么第2点就是说，现在的美菲合作不仅是双边的，而是要在美菲合作的同时，那么美国帮助菲律宾推进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近段时间，美国在菲律宾动作频频，美国政府通过不断运作，实现了在菲扩大军事基地使用权的目标。根据非政府对外公布供美军使用的4处新增基地当中，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距离台湾仅400公里，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美军提供了靠近中国的集结点。不过，菲总统马克思对外表态称，菲方不会同意美军使用这些基地开展进攻性行动。就在上周，马克思在马尼拉出席第3届中菲相知奖颁奖仪式时公开表示，有些人称菲律宾政策已经从中国转向其他大国，但这绝对不是事实。菲律宾未以任何方式远离中国。马克思说，中国是菲最大贸易伙伴、第1大进口国和第2大出口国，很多海外菲劳在华工作，菲中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强化2国关系，使之更具全面性、战略性，推动菲中关系续攀高峰。他表示，菲律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朋友间分歧很正常，重要的是我们克服困难，通过良性沟通夯实友好关系。我们将继续培育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的友情关系和伙伴，也将继续寻求解决双边关系中的挑战。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14号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靠谈判来结束俄乌冲突，并强调中方始终认为，既要劝和促谈尽快停战，更要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
安全架构。针对俄乌谈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表态称，俄罗斯没有拒绝过和谈，但解决俄乌冲突的关键在于西方。如果西方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就应该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李辉在文章中首先分享了自己作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不久前对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的访问，主题就是劝和促谈。而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客观公正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他特别强调，冲突终究只能靠谈判来结束，早一天停火，早一天谈判，就有早一天迎来和平的希望。目前看，各方坐下来谈判，谈出成果，可能还面临很多困难，但重要的是推动凝聚各方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为危机的最终解决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他表示，中方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和平的一边，站在对话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世界和平与安宁贡献力量。但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不希望冲突结束。13号当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5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批评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介入俄乌冲突。美国对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没有兴趣，也不关心乌克兰人的命运。事实上，就在9号，美方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1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支持，清单中包括霍克防空系统、某新型无人机、激光制导导弹系统使用的弹药等。当时，安东诺夫也抨击美国政府无意寻求外交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办法。美国领导人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而非外交。据统计，自去年2月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总额已接近400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甚至扬言，只要乌克兰危机继续，美国及其同盟将一直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美国提供军事和安全援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提高乌克兰军队的战斗能力，那么巩固乌克兰政府的对局势的控制能力，然后呢，保证美国对乌克兰整个的局势的掌控能力。我觉得这是美国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美国会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特别是各种根据战场变化的这种先进武器的供应。为应对美西方军援，普京表示，如果乌克兰继续炮击俄罗斯境内，要考虑在乌境内建立一个安全区。所谓的安全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说，因为基辅从西方获得越来越多的远程武器，莫斯科不得不将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推到一个安全距离。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科称，安全区应覆盖俄乌边界目前的领土，并深入到乌克兰境内。同时需要考虑到乌克兰可能从北约国家接收的远程高精度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因此最理想的选择是沿着第聂伯罗河建立边界。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鉴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这一安全区应该沿利沃夫边界设置，以发挥真正的防护作用。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克迪向深圳卫视分析认为，在当前俄乌战局激烈焦灼的情况下，俄罗斯要足够保障其安全的安全区并非易事，这需要有俄方更多的兵力，以及对乌克兰领土区域更多的控制。那么如果建立安全区的话，我觉得对俄罗斯政府来说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那么如果要建立一条北部在乌克兰北部俄乌之间的安全区，至少需要将这个防线俄军的防线往前推30到50公里，而且至少需要将近一个集团军，比如说3到5万人要布防在这里。那么现在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这个战线已经长达将近1000公里。如果在北部再开辟这样700-800公里、将近1000公里的安全区，所以我个人觉得，俄罗斯军队要考虑他有没有他现在的兵力能够承担这个任务。